5星级酒店老板介绍他朋友给我认识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前世被大卡车撞死的家族少爷。而这时他却因为输红了眼，不仅大发雷霆，把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，还言语激怒我，让我下场跟他玩2把。徐尚峰带着叶枫来到东少面前，弯着腰道：“东少，这是我朋友叶先生，带他过来一起打个招呼。”东少头也不抬，直接在牌桌上推出几个筹码，100万。哦，知道了。东少的态度很是敷衍，这让徐尚峰稍微有点尴尬，却不敢多说什么。此时东少的牌最小，一把输了大量筹码。他看着徐尚峰和叶枫，脸色阴沉的道：“站那么高干什么？我还得仰望你们。”这明显的是没事找茬。徐尚峰却连忙弯下腰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可叶枫却懒得这样做。东少见到这情况后，更加不爽的道：“这小子谁啊？怎么这么拽？”这位是我们荣城很有名的叶先生，在房地产行业。切，荣城这种破地方有点名气算什么？井底之蛙罢了。小子，坐下来玩2手。这种小儿科的东西，叶枫才懒得玩。他直截了当的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，还是不玩了。”不给面子是吧？连21点都不会玩，也好意思说自己在荣城有名气？这名气哪来的？靠着比谁更蠢吗？徐尚峰听得满脸尴尬，他深知叶枫在葛清泉心目中的地位，不禁后悔不该带他来。而叶枫虽然很理智，但有人想找死，他也不介意成全对方。其实我就是觉得你输的差不多了，怕你的筹码不够玩的。旁边的人连忙把自己的筹码推过去，好好的道：“谁说东少没筹码了？这些都是他的。看见没有？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倒是你没胆子玩就别废话，装什么？”叶枫叹口气，就坐了下来，并随手从旁边拿了一张10万块的筹码来道：“算借你的，等下还你。”那人正要发火落叶枫的面子，东少却摆摆手道：“就借给他吧，回头我给你。”叶枫知道那人并不在乎这10万的筹码，他只是想帮东少罢了。他想了想，直接把筹码甩在了桌子中间。切，胆子这么小，才借10万，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。我对21点不太熟悉，要不然我们还是玩炸金花吧。东少会不会？这种传统的牌种，我怎么可能不会？就玩这个，发牌吧。等发完牌后，叶枫拿起来看了眼，就眼睛一亮，对刚才借出筹码的人道：“再借给我100万吧。”那人微微一怔，似乎看出什么来了，立刻摇头：“我跟你又不熟，不借。”叶枫又看向另外几人：“那你们借我吧。”所有人都看出他的牌可能很大，哪里愿意借，纷纷摆手摇头。最后，叶枫一脸不高兴地看向东少道：“你这些朋友可真够小气的，要不然你借我100万，这把完了我再还给你，或者我拿现金加码，行不行？”东少呵呵笑了声，把手里的牌直接丢掉道：“算你运气好。”叶枫一脸不满意的把牌丢掉，拿回来2块筹码，对旁边那人道：“这把赢得太少了，等我赢够100万再还你吧。”切，说的好像你一定能赢一样，傻帽。无论东少还是其他人，对叶枫都很不屑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家伙实在太门外汉了，拿了好牌就藏不住。只有徐尚峰站在叶枫身后，看得满脸古怪。他刚刚的牌那么小，怎么把大家唬住的？看来叶先生肯定是个行家啊。不过在这样的场合，赢钱等于得罪东少，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第2局开始，叶枫拿到牌后看了眼，又是眼睛一亮：“东少，敢不敢玩把大的？一次100万，我筹码不够，就当是我借你的。”东少冷哼一声，把牌丢开道：“傻帽。”东少觉得叶枫肯定是拿了大牌，自然不愿意跟。可徐尚峰的表情更怪了，因为这一次叶枫的牌还是很小，又被他唬过去了。到了第3把，叶枫依然是兴奋的表情，投入所有的筹码。东少哼了声：“我这次的牌也不小，我不信你连续3把都拿到很大的好牌。”说着，他丢下同样的筹码，然后又拿出50万扔了进去。大你50万，有胆子你就跟，我这次跟你玩到底。我跟。叶枫的毫不犹豫让东少一愣：“我都跟你说了我牌很大了，你还真的敢跟？你到底是在偷鸡还是真的新手？”怎么了，东少？这才80万你就停了？害怕了？被叶枫的激将法这么一激，东少干脆拿了100万扔进去，冷声道：“我不信你的牌真那么好，我开你的牌。”叶枫也不多言，直接掀开自己的牌，90勾圈 K 顺金啊，真的是大牌。东少脸色有点难看了，这1把他就输了将近200万，最重要的是面子丢了。而叶枫却一脸喜色的把筹码收回来，叹息道：“这么大的牌才赢这点，真是浪费了。”东少恨得牙痒痒，如果不是考虑到面子问题，都想把叶枫揪过来先揍一顿，但他还是冷静了下来，沉声道：“发牌。”发完牌后，叶枫抓起牌就一脸不爽的丢掉了。什么破牌？可东少脸色比他还难看，因为这把他的牌很大，他正想激叶枫跟筹码，结果叶枫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这比拳头打在棉花上还让人难受。算你运气好。其实徐尚峰在后面看的脸色更怪，因为叶枫的牌并不算小，一个不大不小的顺子，正常人肯定不会开局就扔掉。难道他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？不可能啊！那为什么这么精准的扔牌？难道是在故意戏耍东少？看来叶先生是真正的高手啊！但这局面哪一方赢了都不好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带他来的。接下来的牌局中，叶枫依然把所有表情都写在脸上，有时候直接扔牌，有时候大胆的放筹码，看似叶枫好像也输了不少把，但渐渐的，众人都发现不对劲了。怎么东少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少，那小子面前的却越来越多了？其实东少已经输红了眼，甚至直接和叶枫玩起了闷牌，就是双方谁都不看牌，想压多少压多少。但东少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，甚至到最后，他直接愤怒的一把掀了桌子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让人拿钱来。可一旁的手下却为难道：“东少，您这几天打牌输了上千万，早就把家族给您的配额输光了，还上哪弄钱去啊？”东少闻言直接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骂道：“老子要你讲这些，去分公司把账户上的钱提出来。”手下人吓得立马就跪下了。这东少，我也没资格去分公司提钱了。自认丢了面子的东少当即对手下拳打脚踢。
徐尚峰见状，连忙拉着叶枫，低声恳求道：“叶先生，帮帮忙，东少我实在得罪不起啊！今天所有的筹码，回头我来给您结算都行。”叶枫自然明白徐尚峰的苦衷，得罪了东少，就等于得罪其背后的家族。行吧，你这个人不错，我看你的面子。此时，东少已经教训完了手下，他来到叶枫面前，沉声道：“我现在就去分公司拿钱，欠下的这些筹码，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但你也别走，如果我回来看不到你，老子……以你的技术，不管拿来多少钱，都只会输得精光。所谓远来是客，今天的这些筹码我当没看到，交个朋友算了。”东少愣了下，因为这些筹码足足有数百万，叶枫愿意拿这些筹码来和他交朋友，算是很给面子了。但叶枫说他技术不行，这是他不能忍的。你以为你很会玩牌，你也就是运气好点而已，真把自己当赌神了。我当然不是赌神，但你除了技术不行之外，运气也很差。我学过一段时间风水相术，从你的面相来看，怕是有血光之灾，最好小心谨慎一些。是吗？这么说来，你在荣城的房地产行业出名，是靠当神棍唬人。那你来说说，我有什么血光之灾？一辆红头大卡车，今天之内看到了，能离多远就离多远，不然明年的今日，怕是你的忌日。你他妈敢咒我是吧？老子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，让你嘴贱！徐尚峰连忙上前拦住了他。东少，都是朋友，给个面子，要不这些筹码就当是我输的。叶先生他也就这么随口一说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叶先生，您行好，回头我给你们2位摆桌请罪。行吧，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你听不听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叶枫无所谓的样子气坏了东少，但想到真把事情搞大了，回去免不了又被老爷子一顿揍，他这才放开叶枫，恶狠狠的道：“你小子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，等老子拿了钱回来再跟你继续玩，我就不信还玩不过你这个门外汉。我们走。”